想象一下，结束忙碌工作，回到家，满心期待扑进温暖的床铺放松身心，可是早上一觉醒来，你却发现后背痒痒的，脸上还莫名冒出几颗红红的小疙瘩，没有蚊子的叮咬声。那这些恼人的痕迹究竟从何而来？真相可能让人毛骨悚然。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每晚和你同床共枕的微型怪客螨虫。它们虽然肉眼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地潜伏在你的枕头、被褥和床垫中。也许你已经习惯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除螨，但今天我们要聊聊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在床上撒一把，它不用费劲洗涤暴晒，就能让成片螨虫死光光。这个古法妙招究竟是什么？真的比动辄上千元的除螨仪还管用吗？我们一探究竟。螨虫是什么东西？别看它们个头极微小，长度只有 0. 几毫米，危害可一点不小。螨虫喜阴、喜湿、喜灰尘，怕光、怕高温，特别钟爱我们的床铺。这种温暖潮湿、富含皮屑灰尘的环境，与人体相关的螨虫种类有1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尘螨专吃人和动物脱落的皮屑角质，把我们的床当成他们的餐桌和育儿室。他们的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的粪粒，通通都是引发过敏的元凶。我们每天打喷嚏，皮肤瘙痒，鼻炎发作，很可能就是他们在作怪。更可怕的是，螨虫繁殖速度惊人，比老鼠还快10倍，差不多每3天就繁衍出下一代。一只雌性尘螨1个月内可以产卵30到50枚，后代迅速成百上千地增加。只要环境合适，食物充足，它们就地安居乐业，疯狂扩张。试想，我们每个人每天大约脱落1克皮屑，足够100万只尘螨美美的饱餐一顿。所以只要床垫、枕头这些地方有人的皮肤碎屑掉落，对螨虫来说简直是自助餐。加上被子下温暖潮湿，简直是他们的天堂。当夜深人静，我们入睡时，体温和汗液又为尘螨提供绝佳的滋生环境。你的床对螨虫而言就是温柔乡与繁殖基地。也许你会问，我的床铺真的有那么多螨虫吗？难道每天都在跟千军万马同睡？事实可能比你想的还吓人。有研究估算，一个使用2年以上的旧枕头，约有1/10的重量竟然是尘螨及其尸体排泄物。试着掂一掂你枕头的分量，其中可能有不少已经不是棉絮，而是螨虫贡品了。此外，家居环境中的尘埃也是螨虫的。大本营1克灰尘里平均可藏有上千只尘螨，还夹带着20万颗左右的螨虫粪粒。我们每天整理床铺、抖被子、打扫房间时，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过敏源就会飘散在空气中，被我们吸入、呼吸到。有过敏体质的人吸入这些微粒后，免疫系统会把它们当成敌人，产生激烈的过敏反应，打喷嚏、流鼻水、咳嗽、气喘，甚至诱发哮喘。皮肤接触到则可能出现红疹、瘙痒、湿疹样反应。难怪有统计显示，全世界约有近1/3的人受过敏困扰，而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中，高达70%是对螨虫过敏。由此可见，螨虫真是我们健康的一大隐形杀手。很多人脸上反复长痘，毛孔粗大，皮肤暗沉，其实背后黑手往往也是螨虫。螨虫在皮肤毛孔里安家繁殖，堵塞毛孔并携带细菌，引发痤疮粉刺。如果家中小孩睡不好，夜里惊醒哭闹，也可能是螨虫在作祟。螨虫叮咬或在皮肤爬行刺激，让孩子浑身不适，甚至螨虫的卵在体内寄生，影响营养吸收，间接导致睡眠不安稳。总之，听到这里，你是否已经对螨虫谈之色变了？一想到柔软的枕头里可能蠢动着成千上万的小虫，皮肤直发痒，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吧？既然螨虫如此可怕，我们当然想方设法除螨。传统上人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晒被子，大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闷在被褥里的螨虫会不会被热死呢？晒太阳确实有一定效果，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热力能蒸发潮气，螨虫喜欢的潮湿环境被破坏，一部分螨虫会脱水死亡。然而，科学实验给出了让人失望的数据，被褥在太阳下晒4小时，大约只能杀死60%的螨虫而已。原因很简单，一来很多螨虫躲藏在被褥深处或阴暗处，
阳光和高温难以完全渗透，二来螨虫并非瞬间就被阳光晒焦，它们对环境有一定抵抗力，只有温度超过60摄氏度并持续10分钟以上，才能把尘螨彻底杀灭。在一般天气里，被子表面温度也许达到了高温，但内部未必，而且晒完被子拍一拍，螨虫尸体和过敏源还可能再次飞扬。难怪有人戏称晒死的只是螨虫中的弱小者，剩下的都是耐热耐旱的精兵强将。所以阳光普照固然好，但单靠晒被并不足以让螨虫绝迹。那除螨仪这类高科技产品呢？市面上各种手持除螨吸尘器、UV 除螨机琳琅满目，广告声称除螨率高达 99%， 甚至更离谱。很多人，包括心急如焚的年轻父母，都掏腰包买回家一台，希望给孩子一个无螨的睡眠环境。然而，现实常常给人泼一盆冷水。一位妈妈的亲身经历是，孩子因螨虫过敏皮肤出了问题，她狠心买了某知名品牌昂贵的除螨仪，结果用了之后再带孩子复查，家中螨虫含量依然超标，孩子的症状毫无改善，这款上千元的黑科技几乎白买了，简直是交了智商税。为何会这样？专家指出，不少除螨仪实际上只是结合吸尘加拍打加紫外线的原理来减少床铺表面部分螨虫，对深层的螨虫和虫卵效果有限。有的产品紫外线功率不足，只能杀菌，无法杀死螨虫，因为螨虫比细菌顽强得多。而吸尘和拍打虽能吸出一些灰尘与螨虫，却很难将整个床垫内部都清理干净。更何况，不少人使用除螨仪的方法不对，比如吸头未紧贴表面、移动过快等，都降低了效果。因此，除螨仪并非万能，更不是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也有人采取化学除螨手段，比如喷酒精、喷杀虫剂或撒除螨粉等。酒精确实能瞬间杀死部分螨虫，但挥发也快，对藏在深处的螨虫鞭长莫及。而且酒精大量喷洒在床上，既有安全隐患，也可能损伤织物。至于一般的家用杀虫气雾剂，主要针对蟑螂蚊蝇设计，对尘螨效果有限，不能长期残留，杀灭螨虫卵，气味还刺鼻，不宜在睡床使用。有些号称除螨的化学喷雾，如果含有杀螨成分，使用时也要人畜回避，之后充分通风，麻烦且可能对人体刺激。总之，这些现代方法或多或少都有缺陷，要么效果不理想，要么操作繁琐或代价昂贵。一番折腾下来，螨虫依旧阴魂不散，我们却身心俱疲。难道就没有又简单又安全的办法吗？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古人的智慧。在没有电器和化学药剂的年代，老祖宗依然能够与各种害虫斗智斗勇，积累了不少土方法、硬道理。针对讨厌的螨虫，古人早就发现了一些天然天敌，而巧的是，这些东西现代家家户户都有。现在终于要揭晓床上一把它的神秘面纱了。其实不止一样，我们今天要介绍2大法宝，都取材自日常生活，而且物美价廉。第一样，它就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茶叶渣。没错，你没听错，平日泡完茶后剩下的茶叶，其实是了不起的除螨高手。别急着把喝剩的茶叶渣丢掉，在我们的传统医药典籍《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茶叶驱虫避秽功效的记载。古人很早就发现茶叶的清香气味可以驱赶虫蚊，而现代科学研究进一步证实，茶叶中富含茶多、酚茶、皂素等植物化学物质，对螨虫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茶多酚能破坏螨虫细胞的结构，使其失去活性；茶皂素则有天然的杀虫除菌效果。简单来说，螨虫闻到茶叶的味道就犯怵，茶叶中的有效成分甚至能让螨虫慢慢中毒死亡。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这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妙方。那我们该如何利用茶叶来除螨呢？方法其实非常简单。首先，收集泡过的茶叶渣，绿茶、乌龙茶、红茶的茶叶都可以把它们摊开，彻底晾干。一定要完全干燥哦，湿哒哒的茶叶敷在床上可不行，干燥后才能发挥作用，也不会弄湿床铺。晾干的方法可以直接放在太阳下晒，或用平底锅小火炒一炒水汽。总之，目标是让茶叶干爽易碎。然后取一些干燥茶叶渣，
用透气的纱布袋装好，扎紧袋口，做成简易的除螨小香包。没有纱布袋的话，用棉质旧袜子、旧棉布，甚至干净的旧口罩改装成小袋子也行。接着把这些茶叶包分散放置在床铺各处，例如枕头套里、床垫的4个角、被套的夹层内部等等。就这样，茶叶包会慢慢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们闻着是宜人的茶香，但螨虫闻了可受不了，它们会觉得环境不对劲，纷纷败下阵来，有的甚至会主动远离这片是非之地。通过这种方式持续不断地干扰螨虫的生存环境，让它们无法适宜繁殖。建议每2-3个月更换一次茶叶包，以保证香气和药效的新鲜。只要坚持下去，你的床垫枕头就能长期保持一个不受螨虫喜爱的干净环境。晚上躺在飘着淡淡茶香的床铺上，不仅令人放松怡神，更重要的是想到有了茶叶的保护，螨虫大军不敢靠近，那真是安心又舒心。如果你觉得光是放几包茶叶还不够过瘾，对深层除螨有更高要求，那么可以尝试升级版的密封熏蒸法。这个方法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对付枕芯、坐垫这类难清洗又容易藏螨的东西特别有效。步骤如下：准备足量晒干的茶叶渣，把它们均匀地撒在枕头或者薄床垫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茶叶覆盖。然后找一个足够大的塑料袋、厚实的垃圾袋、真空压缩袋都行，只要能完全把物件装下并封口，将撒了茶叶的枕头、美床垫放进塑料袋中，接着扎紧袋口，尽量挤出多余空气，保持密封状态。把这个袋子放到阳台上或其他温暖处，静置24小时。期间，茶叶的特殊香味和有效成分会在密闭空间内充分释放、渗透，整个枕芯或床垫内部的螨虫都无可逃脱地浸泡在茶香药气中。等时间一到，打开袋子，动作轻一点，最好在户外打开，避免里面闷着的螨虫粉尘一下子扬起来。你可以想象，螨虫经过1天1夜的茶熏，早已奄奄一息。最后，用吸尘器仔细地把枕头或床垫上的茶叶渣连同螨虫尸体一起吸干净，再放到通风处吹一吹，散去茶味残留。如此一番大扫除下来，你会发现枕头变得蓬松干爽许多，感觉都更加洁净清新了。这就是茶叶熏蒸的魔力深入缝隙，剿灭深藏的螨虫。当然，这种方法不需要频繁进行，作为半年或1年的深度清洁手段即可。平时仍以放茶叶包慢慢防螨为主。介绍完茶叶这员除螨大将，再来看看第2样神器，它更让人意想不到，因为实在太普通了，就在你的厨房里，每家每天都会用到，那就是食盐。没错，普通的食盐其实是螨虫的克星之一。老一辈常说盐能消毒杀虫，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反映了盐的功能。食盐在除螨中主要有2大作用：吸湿和摩擦清洁。前面说过，螨虫最爱潮湿环境，如果我们用盐把床垫里的水分抓出来，变得干燥，螨虫就很难生存。此外，盐粒是细小的结晶体，具有一定硬度和棱角。当我们把盐撒在织物上进行轻轻揉擦时，盐晶会像细微的砂纸一样带走螨虫的粪便污垢，甚至刮伤螨虫的软体，达到物理杀灭的效果。想象一下，螨虫柔嫩的身躯碰上盐巴刮蹭，滋味肯定不好受。同时，盐还会吸走螨虫体表的水分，使其脱水而亡。可以说，盐对螨虫是双管齐下的打击。实际操作上，盐除螨法也很简单，准备适量精盐，普通食盐即可。如果颗粒比较细，效果更佳，因为能深入纤维缝隙。当然，用稍粗的海盐也可以，只是记得盐碎些，然后把盐均匀撒在床垫、地毯或布艺沙发表面，尤其是床垫上我们平常贴身睡的那一面。用量不用太厚，一小把盐就能撒开一大片，大概铺成薄薄一层即可。约莫1平米床垫撒个几十克盐，看起来有些盐粒覆盖表面就行，不必浪费太多。撒匀之后，取一块干净的干布，像擦桌子那样在床垫表面来回轻轻摩擦，目的不是用力搓，而是帮助盐粒渗进织物纤维里，贴近尘螨藏身之处。同时，这样摩擦也能让尘螨的污垢，比如它们排出的粘液、
粪便等过敏源被盐吸附下来。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虽然我们夸张地说20秒螨虫成片死光光，但那只是形容盐的快速奏效，其实静置几个小时效果会更好。你可以选择在早上起床后撒盐处理，然后让盐巴在床垫上工作一整天，或者中午撒上盐，至少等3-4个小时后再处理掉。在这期间，盐会不断地吸收床垫深处的水分，降低尘螨的生存能力，同时部分尘螨接触到盐也会被脱水致死。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拿出吸尘器，对准床垫，仔仔细细地吸一遍，把盐粒和被盐折磨致死的螨虫尸体以及螨虫排泄物通通清理干净。这一步很关键，因为死掉的螨虫尸骸和粪便仍然是过敏源，一定要清除掉才算真正除螨成功。吸完盐后，如果不放心，可以再用干净稍微湿润的抹布擦拭一遍床垫表面，将残余的盐分和灰尘抹去。注意随后让床垫充分风干。经过盐处理的床垫，你会发现手感更干爽了。之前令人困扰的潮乎乎、痒痒痒的感觉明显减轻。很多人反映，定期盐洗床垫后，夜里翻身不再痒醒了，鼻子也通气了，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建议这样的盐除螨操作可以每月进行一次，尤其在潮湿季节更要勤快些。每次花上短短10几分钟撒盐，几个小时等待，换来整月的清爽舒适，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食盐便宜又无毒，不会像化学药剂那样残留危害，是不是特别安心？可能有人会问，能不能把盐溶在水里喷洒呢？理论上高浓度盐水对螨虫也有杀灭作用，但不建议直接往床垫上泼盐水。一来水分渗入床垫，反而制造了潮湿环境，适得其反；二来盐水干了以后留下盐结晶，但未必能均匀分布在深处，效果不如干盐直接渗透。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干用盐巴。也有人关心盐会不会对床垫和布料有腐蚀，放心，氯化钠对织物没有明显腐蚀性，只要事后清理干净就不会有残留问题。倒是深色织物上撒盐，清理不干净可能会留下白霜印，要多吸多擦几遍。总的来说，掌握好用量和清洁，盐除螨是一种非常安全环保的土方法。当然，除了茶叶和食盐这2宝之外，民间还有其他不少驱螨偏方。例如提到驱虫，人们很容易想到艾草。每年端午节，不少地方有挂艾草、熏艾草的习俗，据说可以辟邪赶虫。艾草带有特殊的清香和挥发油，古人用它来熏蒸居室，可以赶走蚊蝇和跳蚤，对螨虫同样有一定作用。我们可以把晒干的艾草叶子用布袋装起来，和茶叶包类似地放在床铺、衣柜、沙发下等处，也能抑制螨虫。艾草本身在中药里还有杀菌止痒的效果，所以古代人常用艾草煮水洗涤除螨。除了艾草，另一味苦参也是中草药里的杀虫能手，用苦参煮水洗澡可以去除皮肤上的螨虫，止痒止疹。还有百部这种中药自古用来杀虱灭虫，与螨虫也是势不两立的天敌。如果觉得自己动手麻烦，其实现在市场上也有结合以上草本成分的除螨包在卖。比如某些标榜纯中草药除螨的产品，里头往往就含有艾草、苦参、百部、薄荷等多种草本精华。薄荷的香气能驱散蚊虫，也让螨虫不敢靠近，还有轻微的麻痹害虫神经作用。这些现成的中草药除螨包用起来很方便，只需一放，据说持续几十天散发气味，就能诱杀大量螨虫，不失为偷懒的好选择。不过相比之下，价格可能不如自己用茶叶盐巴划算。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又追求实惠，不妨按照我们上面教的步骤自制土方法，效果一样杠杠的。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要提醒一句，除螨是持久战，光靠1-2次撒一把它并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需要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源头减少螨虫滋生。总的原则就是8个字：干燥通风，勤洗勤扫。首先，保持卧室的通风干燥非常重要。螨虫在相对湿度低于 50% 的环境中就难以繁殖，所以尽量常开窗透气，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如果处于梅雨季节或南方湿热天气，不妨使用除湿机，
空调的除湿模式等，把室内湿度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温度则不宜过高，也不宜长期闷热。睡觉时的室温可以保持在20度左右舒适，但不滋生螨虫。其次，定期清洗寝具，贴身的床单、被套、枕套至少每周清洗一次，最好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洗1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杀死附着在织物上的螨虫和卵。清洗后拿到太阳下晒干，或用烘干机高温烘干，也是为了彻底断绝螨虫生入。枕头芯、被子则可以每隔1-2个月拿去太阳下晾晒拍打一次，虽然不能全灭螨虫，但至少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活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购防螨寝具，例如有拉链密封的枕头套、床垫套，它们采用紧密织物或特殊涂层，阻止螨虫进出，从而减少我们与螨虫的直接接触机会。再者，减少积灰的环境，家中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毯、后窗帘、布艺沙发和毛绒玩具等都是螨虫的温床。如果家里有人对螨虫严重过敏，建议尽量少摆这些尘螨公寓。必需品如地毯、窗帘也要经常清洗和吸尘。毛绒玩具定期拿去洗晒，或用塑料袋封起来，冷冻几天杀虫。房间的地板和家具则要勤打扫，最好用湿抹布擦拭灰尘，而不是干鸡毛掸子乱拨。湿布可以将灰尘连同尘螨和过敏源牢牢粘住，避免2次飘散。每次清扫完记得洗手洗脸，避免螨虫趁机沾到皮肤上。只要我们全方位做好清洁工作，螨虫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大大挤压，自然不容易成灾。最后，别忘了关注自己的皮肤和呼吸道健康。如果发现皮肤总是油腻粗糙、冒痘不止，或早晨起来频繁打喷嚏、流鼻水，那可能是螨虫仍在作祟的信号，要及时加强除螨措施，并考虑就医寻求抗敏治疗，内外结合，才能彻底摆脱螨虫困扰。说回开头那个令人苦恼的早晨，现在你不必再忍受背痒难耐、满脸红疹的窘境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如此多对付螨虫的妙招，从茶叶、食盐等看家本领到日常防护手段，完全可以打一场漂亮的歼螨战。想象今晚你铺好干净的床单，被褥里放着淡香的茶叶包，枕头和床垫也刚刚来了一次盐浴桑拿，整张床变得干爽洁净。你躺上去，只闻得到自然清新的味道，再也没有螨虫恼人的刺激。曾经和你抢床睡的千万只螨虫大军，不是被你赶跑，就是成片阵亡。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痛快？别忘了，这一切并非花大钱买高科技换来，而是靠老祖宗传下的智慧，加上你动手的勤劳实现的。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反而是最有效的。总结一下，螨虫虽小，但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照样能将其消灭于无形。茶叶、盐巴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就是螨虫的克星，经过科学和时间的检验，行之有效。当然，请神容易送神难，彻底清除螨虫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但回报也是相当诱人。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健康清爽的睡眠环境。夜深人静时，再不用担心看不见的小怪物在枕边肆虐，可以安心的一觉睡到天亮。想想未来每一个晨曦出现的清晨，你伸个懒腰，神清气爽，没有过敏的困扰，也没有皮肤的刺痒，这难道不值得现在就马上行动吗？赶快利用起家里触手可得的天然法宝，给你的床铺来一次大扫除吧。从今天开始，和恼人的尘螨说再见，迎接舒服安心的美好睡眠。相信老祖宗的妙招，配合你的毅力，一定能让螨虫避之唯恐不及，让全家人都远离螨虫的侵扰，开开心心过日子。祝大家都能睡个没有螨虫打扰的安稳好觉，精神满满的迎接每一天。